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前面呢，我们提到，在引言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常常需要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这些论点呢，就包括我们前一讲提到的冲突、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我们的分析要有说服力，就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而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方法，大体上有这么三种，它们是归纳、演绎和溯因，英文分别是 inductive、deductive 和 abductive。下面我们分别说明。第一种方法是归纳，也就是 inductive reasoning， 它是通过对各种不同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从而由个别的证据推断出一般性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实现由点到线的推理。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归纳。归纳推理最常见的方式有求同和求异两种。使用求同法，我们可以通过找出各种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共同点，从而推断出较为普遍性的规律。用求异法，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不同点，从而找到造成这种不同的关键因子，或者是变量的趋势和走向。第二种方法是演绎，也就是 deductive reasoning， 它是把文献中已经总结出的某种一般性的规律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演绎分析，由一般到个别。简单的说，就是实现由线到点的推理。我们所熟悉的由大前提、小前提来得出结论的三段论的论述结构，就是一种演绎推理。除去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推理方法，我们可能还听说过有类比推理方法。但是类比推理是一种不完整和不严谨的推理方法，它实际上是省略了先经过由点到线的归纳，再经过由线到点的演绎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而是试图取巧直接实现由点到点的推理。所以类比推理本质上是归纳和演绎的一种退化或者简化。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中，还有诸如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这些所谓的论证方法，实际上更多的是属于修辞的手法，而非真正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它们的不当使用，往往会遮蔽背后真正的逻辑线条。而好的学术论文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线条。我们在文献分析中，对于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基本的逻辑方法的使用，一定要尽可能的清晰和明确。在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古老的逻辑方法之上，实际上还有第三种更高级的符合逻辑的推理方法，那就是溯因推理。溯因推理英文叫做 abductive reasoning， 它是从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事实中获得洞见的一个过程。它比归纳和演绎更需要创造性思维，类似于侦探破案。溯因推理由已知的所有线索排除各种可能性，从而最终推断出真相。在科学的前沿探索心智的过程中，文献中现有的证据往往就是杂乱而不完整的，而溯因推理就是要基于现有的杂乱的证据的集合，推导出它们最合理的、最有可能性的解释。溯因推理要求研究者对于各种可能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它是一种较为高级的推理方法。溯因推理的结果一般是一个新的假说，它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论证。因此呢，简单的说，溯因推理就是一种由点到虚线的推理方法。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三种逻辑方法。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归纳由点到线发现新的规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演绎由线到点建立新的证据。我们也可以通过溯因由点到虚线提出新的假说。这三种方法可以综合使用，用于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用来提出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也可以用于论文的讨论和结论的部分。下讲呢，我们会来继续讨论如何由文献出发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谢谢大家。